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红衣封神，一场直播里的美学奇迹与权力游戏。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的舞台上，直播早已成为常态。大多数艺人直播，观众心里大概都有数，背景板千篇一律，艺人带着职业化的笑容，机械地念着提词器上的广告台词，粉丝尖叫，品牌满意，第二天便被新的热搜淹没。可是，肖战最近的一场直播却打破了这种流水线规则。很多人一开始点进直播间，并没有抱太大期待，可镜头一亮，画面出现的那一瞬间，所有人的理智都被彻底击碎。原因只有一个，他穿了一件红色衬衫。肖战穿红衣封神，这句话在直播后迅速刷屏。有人说这是粉丝的过誉，可当你真正看见他时，却很难否认这种直观冲击。红色本就是最难驾驭的颜色之一，穿得不好，很容易俗气，甚至滑向车祸现场。但肖战的那一抹红，却像是与他命中注定的归属。他不张扬，不刺眼，而是带着一种被岁月打磨过的质感，有点复古，有点沉稳，像陈年佳酿散发出的醇厚气息。设计师的心思更是巧妙。那件衬衫的深 V 领口，本是男明星们的雷区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显得油腻或轻浮。但在肖战身上，却变成了清爽的性感。他没有展示夸张的肌肉块，却让人透过布料感受到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感，像一只慵懒趴在树上的猎豹，危险却不失优雅。弹幕里的我可以铺天盖地，这并不是肤浅的花痴，而是面对美好事物时人类最真诚的生理反应。如果说红衬衫是造型的基石，那么腰间那条红色丝巾就是让整个造型鲜活起来的灵魂。这条丝巾花哨的几乎冒险，换做其他男艺人来戏，十有八九会变成失败案例，要么像夜店驻唱，要么像小镇文艺青年的廉价模仿。可在肖战身上，他与衬衫的红形成呼应，让人瞬间回到港风黄金年代。那是一种雅痞、浪漫、不羁又带着贵气的气质，仿佛老港片里的男主角重现眼前。因此，肖战红衣很快冲上热搜，不仅仅是因为造型的好看，更是因为这种氛围感极难被复制。有人甚至称它是内娱红衣天花板。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夸张，但当你盯着屏幕里那个笑容灿烂、气场满分的男人时，却发现自己竟无从反驳。然而，如果你只看到这件红衣的惊艳，那就错过了整场直播真正的看点。直播表面上是艺人为品牌站台，但这一次，权力关系发生了微妙而颠覆性的转变。整个流程中，品牌方的姿态低到近乎卑微，主持人和他熟络得像老朋友，环节轻松自然，完全围绕肖战的节奏展开。在行业里，甲方是爸爸几乎是铁律，艺人一般要配合品牌的时间、地点和流程。可这一次，规矩似乎被肖战亲手改写，直播间直接搭在他的剧组旁边，只为不耽误拍戏。换句话说，是品牌方带着团队、设备和资金，千里迢迢赶到他的地盘，而不是他迁就品牌。这就是从打工人到规则制定者的跨越。圈子里有个词叫非你不可，它的含义是，当艺人的价值高到没有替代者时，品牌只能按照他的规则来。肖战无疑已经达到了这种地位。要知道，他手握20多个高端代言，如果每个活动都要亲自跑现场，他根本没办法兼顾拍戏。但如今的情况是，品牌方反而主动迁就他，把资源和服务送到他面前。这种地位的背后，是他一路走来的跌宕经历。2019年，他凭借《陈情令》爆红，
成为顶流。2020年，他曾遭遇低谷，几乎被舆论淹没，但他没有倒下，而是用作品、用坚持，一点点重建声望，最终完成逆袭。正是这段经历，让他拥有如今的底气。成年人的世界，没有凭空的神话，能让资本弯腰的，从来不是一张脸，而是你用实力和价值打下的江山。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江湖。直播结束后，酸言酸语随之而来，不就是录个直播吗？搞得跟登基大典似的，我家哥哥也能录。乍听之下似乎有理，但仔细一想就能明白，问题从来不在于能不能录，而在于怎么录。别人家的艺人是小心翼翼地飞到品牌方的城市，拿着对方写好的脚本，像个打工人一样完成任务。而肖战则是让品牌方主动上门，带着几十号人到剧组为他搭台子，只求他赏脸几个小时。这其中的差距，就像从青铜到王者。于是，这场直播就像一面多棱镜。镜头前，他是穿着红衣、笑容明媚的少年；镜头后，他却是手握筹码、能改写规则的顶级玩家。这种反差，才是他最致命的魅力所在。红色本就象征着火焰，肖战穿上这件红衬衫，不只是造型上的胜利，而是他个人经历的一种隐喻。他曾燃烧过，被推向最高的巅峰，也曾几近熄灭，跌入最低的谷底。但最终，他选择再次燃烧，用自己的坚持点亮舞台。因此，那件红衣不仅仅是布料和色彩的堆砌，而是他生命历程的投射。他之所以能震撼人心，不是因为红色本身，而是因为穿它的人就是一团真正的火。这场直播之后，肖战红衣封神成为热议话题，但更值得关注的不是那件衬衫有多惊艳，而是直播背后所折射出的行业权力格局。肖战用一次直播向大众展示了双重身份。镜头前，他是拥有无可挑剔颜值与气质的顶流；镜头后，他是资本不得不低头的行业规则重塑者。这种双重身份叠加出的力量，才是让他与众不同的根源。红衣只是一个符号，真正的灵魂是那个能用笑容温暖人心，又能用实力赢得尊重的人。所以，当人们说肖战穿红衣封神时，其实是在说他本人就是那团燃烧的火焰。